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断联中的他，如果可以的话，会想要对你们说什么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目前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心情是什么？好，洋洋来为大家抽验证牌的第1张。好，这边的话所为大家抽到的第1张是钱币5。哇，看起来似乎选到这组的你们，目前你们心情的话，状况有一点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疼。好，那洋洋来讲一下关于这边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是有可能在目前的你们断联的这个关系的状态之下的话，有可能你们之间在断联之前经历过了蛮多的争执、争吵，或者是说双方之间是在不欢而言的情况之下结束了这一段的关系，又或者是说你有被对方给辱骂，被对方说不好的话，或者是有被对方讽刺，或者是有被对方殴打，或者是有被对方给欺负、欺辱的状况之下，没办法，你只好去结束掉这段关系，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这段关系对方始终都对待于你是疾言吝啬，或者说对待你是不好的方式，那你也只能默默的、慢慢的跟这个人失去了联络，或者是说你们双方之间是在一个突然之间的情况之下结束了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而这个突然结束是因为可能对方说不好的话，或者是说你也觉得对方可能真的不适合自己，那你也只能逼不得你自己，只好去放弃了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那第3个话就是有可能之间这段关系本来就一直都可能普普通通，或者说可能就也没有那么好，或是都一直没办法达到你们心里面所想要的那样的一个结果。那你们的朋友一直不断都有在劝你们，或者说你们其实心里面对于说这段关系本来就有很多的想法，那可能透过信任的人，或是占卜、算命，或者是求神问卜、拜拜之类的，就有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事物去引导着，或者是说劝说着你们，让你们能够去慢慢的放下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会建议你们去放下原本的关系，所以你们本身在对于说离开这段关系中的想法，通常都会是应该说3种的情况的话，你们的心情通常都是在那种无奈、失望、不得已、痛苦，然后舍不得，但是又觉得无可奈何的这些的各种的心情、各种的情绪之下，那你们就还是必须要去选择放下了这段关系，或者是说还是依然呢，必须要为了让你们自己比较不会那么的痛苦，或者说让你们自己比较能够是以平常心的状态去重新对待这段关系，所以你们就终于只好去选择放下，选择去离开对方，或者是选择去以不同的角度面对这段关系。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一种逼不得已的情况，对，所以看起来是事与愿违，所以你们也觉得真的没有办法，那只好就是放过彼此，然后也让彼此都自由。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宝剑十，那宝剑十就更加明显，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双方之间，对于你来说，这段关系的最后面这样的结果，你是痛苦的、无奈的、难过的，
然后你是真的没有办法放下。那如果说跟这边的钱币五搭配起来的话，那洋洋会认为说，其实你们在对于要离开或者是说放下这段关系的话，就是一直是处于在一种起起伏伏，或者是一直在犹疑的阶段，或者是都一直在一个逼不得已只好去放弃，但是又很想要去重回到这段关系的这样的想法。但是每次当你真的想要去重回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会想起曾经那一个被他欺负的自己，然后会想起那个曾经独自在黑夜里面暗自流伤，独自的等待他的他的回复，他的留言，或者是卑微的想要祈求得到他任何一点点的关注、关爱的那个怜悯的心情，其实在你们心里面是非常舍不得当时候的自己。那大家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本身对你们来讲也当然是一个你们真的很难以去放下，或者是说很难以泰然自若的心态去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目前的这个状态。那无论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心情，但是非常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说你们目前这样的关系的状态的话，是你心里面是有1000万个不愿意，你是心里面多么的难过，还有复杂的心情来去面对说你们双方的之间这一段关系，你们心里面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希望这一段断联关系是有个转圜的余地，或者是说这一段已经失去的关系是不是还是有可以再次重回到最美好的那个时光的时候的状态，或者是说那样的一个想法。那对于现在你们来说，关系里面要能够再进一步，或者是说要再能够恢复联络的话，其实你们心里面是没有底的。你心里面其实是非常的不确定说，如果真的你们回去的话，一件事情是不是会有好转的可能，或者是说你日后必须要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或者说来去处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或者是说这一段的缘分。对你来讲，这段关系必须要去放下，是一件非常困难，还有痛苦，跟反正就是你们会觉得真的很难去放下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执着。那但那个执着的话，表层是你们对于自己的付出是感到相当的不舍，还有难过。但是心里面最深的那一层是，你们是心疼当时的自己，你们是心疼曾经你们为了这份爱、这份的感情，你们付出的卑微的付出的这一切。对，所以看起来本身对于你们来说，这段关系走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地步，或者是说这个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的话，是有点超出你们原本对说这段关系里面的预知的，或者说原本所预期的这个状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大家抽的第3张。第3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骑士。好，那看起来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依然呢，就是对说这个人，对说这段关系，还是保持着有一定程度上的想要挽回的想法，或者是说你们其实心里面还是一直很希望有一个一线的生机，有一个一线的希望是可以让这段关系能够再一次的恢复，或者说你能够联络得到对方，或者是能够得到对方一点点的关怀，得到对方一点点的讯息。不过看起来其实有可能最近的你们好像还是都没有的状况是比较居多的。好，那第二种解释的话，就表示说对你们来讲的话，你们还是会认为，如果说能够选择离开的话，会是最好。就是说，也不一定说真的一定要去回去这段关系。那如果说可以的话，你选到这种，你们当然是会希望可以回到曾经这个所熟悉的这一段的关系里面。但是如果说是你觉得不太需要，或者是说你觉得并不一定是适合你的，
那你觉得就算离开了，好像其实也是你能够接受，或者说你也愿意去放下的一段的关系，就是不会再那么的执着在这个人的身上。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你们这种追逐的人呢，可能现在是比较集中，应该是说比较急于在自己目前的生活的状况，你会希望说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一条可以让你去放下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你们会选择想要去想办法，让你们自己不要再去那么在意的这段关系，所以你们会想要很专注在你们自己的生活，并且从你们的毫无生机的一个生活、平淡生活中找出一条杀路，或者是说找出一个可以去转移自己注意力的方式，或者是说该如何去调整你们自己的心态，去重新面对说你们自己的生活。所以看书选到这种你们，其实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你们的伤害，其实真的还蛮大的，并且也让你们觉得，对说这段关系，你们也表面上看起来不太敢去祈求，但是其实内心里面非常渴望有转圜的余地，或者是说蛮希望呢这段关系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者是说在未来的某一日，或者是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还是有那个想法是希望呢可以再次回到原本这个所熟悉的这段关系之中，或者说可以再次回到这个你曾经所视为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缘分里面。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验证牌说符合到你目前对说这段关系是这样子的，让人觉得很心疼的心情的话，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我们来去往下看，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说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断联中的他，如果可以的话，他想要对你们说什么呢？好，那这边的话呢，洋洋就会为大家准备字卡、心情卡，还有塔罗牌的部分。对，好，那我们就一样来看看一下，这一次他想要对你们说什么呢？好，也来为大家开始抽。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第一张是我们距离变远。哦，好的，那看起来他非常的站不稳。好的，没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大家抽到的情绪的卡片是什么？孤单。好，孤单。那看似乎你们选到这一组的人，对方其实想跟你们说，就是你们之间的距离变远了。那本身这件事情发生到目前现况的话，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他的心情是以孤单的状态、孤单的想法来去对着你们说，或者是说来去感受着这一句话，所以也意味着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本身对他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或者是说是不容易被任何人给取代的一段的关系。所以至少以他的角度来说，你看都瞧不好，所以以他角度来说，本身在失去了你们这段关系，跟失去了这个人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他还是会心里面啦，还是蛮在意着你们的，然后也是蛮希望说这段关系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是蛮想要可以跟你们保持着联络，或者说还是会希望可以继续知道说关于你们的个人的状态跟想法。对，虽然我们刚才验证牌你的心情可能有点糟，对，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塔罗牌的部分，对，如果说他可以的话，想要对你们说什么？好，我们要为大家抽到第一张，第一张抽到的是宝剑五。那宝剑五呢，在这边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缘分、这个关系，或者说你的这个人，其实过往相处的任何的种种，确实呢，他也承认，也明白他所对于你造成伤害，或者是说他所让你感受到任何不好的一切。其实，在断联或者说你们没有联络这段期间，他有一直不断的去反思
但是他反省吗？要看等一下，因为目前看起来没看到反省，只能说他有反思，一直不断去思考曾经这段关系里面的任何的点点滴滴，或者是说任何种种的一切，或者是曾经这段关系里面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说出任何的话，或者说提出的任何的想法，可能是真的有伤害到了你们，或者说可能真的是影响到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可能让这段关系里面有造成了一个难以去磨灭，或者是说难以去放下，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去面对于处理好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也就是说，他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现在心里面呢是有那么遗憾的感觉，甚至其实他是有一种对不起你的意思。他这样有点到反思吗？没有诶，他没有觉得他应该还是要怎么做才好。应该说反思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做错，那我可能应该要怎么做才是最好。但是他心里面就觉得我不应该那么做而已，他并没有觉得他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对，他只是觉得说我曾经对你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抱歉，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改变一下我自己。但是他又会觉得有时候你也有你的错，但为什么凭什么要我一个人去扛？我们先不管这件事情本身，你们到底曾经为什么样的事情而吵架，或者说为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们有些不愉快，但是很明显就是两人之间的观念，两个人之间的想法，两人之间在对说一件事情的看法，一件事情的决定性，就是不太一样。那当不一样的时候，就比较难有共鸣，或者说比较不容易让关系是要在更多的进展，或者是说比较难让关系是有在更多进步的这个机会，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让关系是有好转的这一个的趋势。对，就是说在关系之中的话，还是要看说我们到底在吵什么对，因为你们俩之间很明显就是想法上面、观上面就不同，然后这种就是个性也不同。因为其实宝剑本身还有包含在个性的部分，不一定，因为其实是说个性跟想法，他们俩是联动在一起的。那除了想法、言语上有冲突之外，也是因为个性上不合，然后这两之间可能没有吵起来，有时候也不一定有吵起来，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心里很不爽，可是这个心里不爽就是放在心里面，又不太敢完全的表达，完全说出来，所以其实两个之间都很委屈，但就是缺乏了一个相当明确的沟通。但是一旦有沟通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吵架，或者说就是一直在有不愉快的情况。其实也是明明知道说不一定是真的讨厌这段关系，或者说想要去放下这段关系，但是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心里面没有那么舒服，没有那么舒坦，还是就是说心里面依然觉得非常就是蛮复杂心情去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就是你或者是他双方之间就是没有很难一个共识。好，我们来抽一下辅助牌第一张，就是我们的第二张牌。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女皇，好，或是女帝，好，看翻译。好，那这样的话，当我们抽到这张牌的话呢，就代表说，其实，在两人之间的相处啊，或者是说，以他来说，其实他真的很感谢你，为了他，你付出了一切，你为了他，你改变了你自己，你为了他，你做了所有一切的耐心，或者是说你为了他彻底的去推动了这一段的关系。其实他也，其实他心里面呢，虽然有一点懊悔，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曾经跟你吵架，曾经跟你有一些争执，他觉得他确实不应该那么做，或者是说他心里面确实有时候还是会有对你一些埋怨。可是呢，他又想到说，你们断联这段关系，曾经你们付出的任何的种种，或者是说你们为了他，为了这段关系，耐心、钱财、陪伴、心情，还有牺牲，其实他心里面也都明白，这一些不应该是你们做的。
但是应该说当时候的他又会认为他的心情因为走不出来，他的状态过得不好，所以他就真的比较难以用一种平等的方式，或者说感激的方式去面对于你们，或者是说来去对待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其实他心里面的话状态是真的蛮复杂的，或者是说在他的心中是真的有点不太知道说自己到底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你们相处。因为有时候你们又都太好了，当你们又太好的时候，他又会不自觉想要骑到你们头上，或者是说会有点不太珍惜你们的付出。其实他心里也知道他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性格，或者是说他自己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时候他就是放不下那个面子，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用理智啊，或者是说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你们。其实他心里面对你们有很多的抱歉，对，但是他还是没有想说我应该当时要怎么做才对的，很奇怪有没有？哈，这个人就是心态上面有点问题。其实对你们是是想要是有抱歉的感觉，或者是说是觉得心里面有蛮多的不舍，可是却也不知道说自己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对，好，那我们再抽下一张。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七。好，那权杖七的话，就意味着说，他想要对你们说的是，谢谢你们曾经都没有放弃过他，谢谢你们曾经为了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所做的任何的一切，你们所做出的任何的努力，你们所付出的，所给他的东西。那其实现在你们所带给他的任何的种种的那些的感觉的话，他心里面依然还是经常的会回想起来，或者是说你们所送给他的东西，他依然还是会保留着，然后两人之间的羁绊，他也认为这是他也不想要轻易去拆散开来的。因为其实像你看这边的权杖七很特别，就是它是一个6根的钉子，还是木头，不管它就是钉在石头上面。可是这个人他的举动跟我们一般韦特塔罗牌权杖七不同是，这个是要往下敲，但韦特塔罗牌权杖七是有点抗拒着本身的事情发生的那个动作，所以就是明确知道说，在随着你们两个人之间距离变远了，或者说两人之间比较没有联络了，两人之间断联了，两人之间是比较没有互动的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他有发现说，反而因为你们曾经在那段关系里面做的任何的付出，任何的种种，因而呢，让他对于说这段关系，他开始越来越根深蒂固的没有办法去忘记你们，然后开始越来越思念着你们。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说他不应该这样子，他也觉得他应该要去脱离本身对说这段感情、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依赖，还有那一种习惯的感觉。可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的事情，反而是有点加深了，或者说他个人的习惯的部分，就会有种不自觉说，哎，你怎么不在了？或者说，哎，为什么你今天没有来跟我讲话？或者说，哎，你怎么没有传讯息给我？或者是说，哎，你本来应该怎么样，结果现在没办法看到你做那些事情，没有看到你传那些话。你本来在固定的时间、某个时段，或者说某个机缘之下，或看到某样东西会跟他分享，会跟他说，但是现在你都没有这么做，他反而会觉得非常的不习惯，他反而觉得心里面会有一种遗憾的感觉。所以其实在这边，如果说当我们把这两张女帝跟权杖七把它放回到原本的宝剑五的意思的话，就是凸显说会在两个人之间断联了，没有联络了，距离变远了，他感受到孤单的时候，心里面那个犹豫的感觉，那个混乱的感觉，或者是说那个应该说他原本以为自己是什么的状态，然后现在变成是这样状态的
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他的这个孤单的感觉，反而让他去凸显到，让他的意识开始自己在打架，会觉得说，我怎么会放下了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失去了一个我不应该去放弃掉，或者说不应该去放掉的一个人？所以呢，在你们关系里面的话，对他来说是，他觉得，有点是讨厌自己啦，或者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怎么会是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蛮明显就是说他心里面呢就是越来越在乎你们，越来越对说这段关系是有产生很多一种有一点想要回到过去的这个想法。对，但是因为宝剑五嘛，所以表示他一定不会做这个行动，只是单纯脑袋是这么想，自己脑袋里面在打架，自己脑袋里面是这么的思考这件事情。对，好，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我要先把牌给收起来。所以其实表示说，本身这个人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终于呢开始有在变清醒了。那我们还希望他可以继续清醒下去，并希望他可以做出更多的行为。好，我们来看一下抽第2张，他想要对你们说的话是什么？追逐梦想。好，追逐梦想，他要追逐什么梦想？是他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愿望，还是说因为现实中的任何的事情考量，或者说状态，反而让他觉得不得不去好好的依照他所想要的方式去走。对，洋洋会比较倾向于说，原本他生活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或者说他原本也本来就有他自己的规划，那因为在你们俩之间相处过程那个状态之下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现在他可能已经在他可以去达到那个梦想的状态，或者是说他想去做的那件事情的情况，所以他想要继续努力往那个方向去走。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心情，讲出这句话，他想跟你讲追逐梦想。茫然茫然呢，就代表说，对于目前他来看的话，追逐梦想这件事情，他可能已经在这个路上了，或者说他已经快达到了，或者说他还在很遥远的距离也是有，那就是他自己对于说自己去追逐梦想这件事情是一个茫然的行为，茫然状态，或许是因为，就算他有一天追到了，那之后呢，接下来呢，享受吗？还是说他会觉得喜悦吗？但是洋洋会认为说，如果说他真的追到的话，他一定会发现到说，这个不是他所想要的，那这个只是对于他来讲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或者是说这个对他来讲是不得不去觉得跟自己原本所预期的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追逐梦想中的一个茫然感，对于说曾经的自己觉得是好像那样就是对的，但是反而在现在往前走的这个状态之下，那他反而是有点困惑，说我的任何的决定，我的任何做法是不是正确的，或者说我是不是以后会后悔让自己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塔罗牌的地方需要给予你们的讯息。好，牌又飞出来了，原来牌真的很常飞耶。好，没关系，因为牌飞出来的话，表示说能量有在流动嘛，有在窜动。好，我要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七。好，那圣杯七的话，就表示说，在对于追逐，你看这个很符合追逐梦想的牌，有没有？真可怕！你看能量真的有在流动。好，那如果说是圣杯七的话，就意味着说，在对于他想对你讲话，就是他确实可能已经有慢慢的去感受到，去追逐到他所想要的那个目标，他所想要的那些梦想，他所想要过的那样的一个人生，或者是说他所想要去拥有的那一些的一切，就是这一些的一切的话，也是在他的人生之中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呢，圣杯七它本身的含义就是代表着说一种虚幻，是有包含虚幻的意思。因为它就说在对于说
追逐过程里面那个虚无缥缈的那个心情，是经常会感觉到有一种茫然跟无助感。所以就是刚前面提到的，当他真的追到所拥有的时候，他会的下一步就是然后呢？那我接下来呢？我总是为了我所想要的东西去汲汲营营的去追求，去达到那个目标。但是当我有一天真的拥有的时候，我反而会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并且我不晓得我必须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处理好，或者是说，失去了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会让我觉得无所谓？那，明显看起来啦，他希望他追逐梦想的道路的过程里面是有你们的陪伴，并且是有你们的存在。因为圣杯七它本身就是有不同欲望的意思，有不同的梦想、不同的想法的意思。对，那会不会实现，但就要看所谓的正逆位嘛。对，就是说，对说这个梦想或者说这个想法上面，它的实现呢，或者说那种感觉跟感受，或者说意识到自己心里面真正所想要的，就要看说到底正逆位是什么。那因为阳这边都是统一用正位来看，所以我们就会一起把逆位一起做解释。刚刚已经有解释在里面了，对，大家可以去，如果你还没听清楚，再去从头回去听一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牌第一张。补充牌第一张的话是圣杯二，有没有？很明显呢，就表示说这个人呢，明显不是只说就是指同性之间的关系啦，不一定。如果说我们要解释成同性也可以。好，那如果说当两人之间的这一段关系的话，本身对于他来说，他就是希望说两人之间的缘分是可以延续下去，是可以绵延下去的。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是不要那么轻易的就放下，不要那么轻易的就放手，不要那么轻易的就是失去了彼此在这段关系里面是否能够有明确的进展，或者说这段关系是不是能够让他自己说不会因为失去你而感到悲伤跟难过。因为看起来其实他自己本身还是蛮期待，或者说蛮期望说他的梦想的道路上，他的梦想中是有你们的陪伴，是有你们存在，或者是说有你们愿意伴随着他，是可以继续往下走。对，同性部分的话，杨在补充在会员的影片里面，但只是针对说是那个进阶版的会员，对杨来看说，就是关于同性之间的关系，他是不是要接受，他是不是有意愿接受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对，好，杨记录一下，对。好，那这边的话就是表示说，我们先同性部分就先讲，先那个待后面再讲。好，那就是在关于两之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他蛮希望说有一个人陪伴着他，那但他会希望说那个陪伴会是你，而不会是其他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补充的讯息。好，补充讯息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8。好，那钱币8呢，就代表说，在你们俩之间的他想要对你讲，就说其实他真的追逐到了梦想，那又如何？但是在追逐梦想这个道路人生过程之中，其实他感受到了许多无奈的感觉，或者说他其实受到了很多伤害，或者说受到很多人欺骗，或者是他经常感觉到自己是孤单的，是寂寞的，也是需要有人陪伴的，但是那个人却不是你，或者是说那个人却不在，因为你不在他身边。对，就是说你没有陪在他身边，所以他觉得他心里面是感觉到很寂寞的。所以有没有你们看，在以这个道路上来看的话，这个人呢，他追逐他的梦想，他也终于逐渐的去慢慢的 touch 去接触到，或者去慢慢的拥有了对他来说是他一直所渴望拥有的一切，但是却反而让他感觉到有相当多的迷惘，或者是说让他感觉到相当的茫然。因为在他的追逐梦想道路中，他不断的受伤，他不断的应验到说
追逐梦想这件事情虽然是我所想要的，但是却对我来说不是最快乐的。他真正想快乐的就是有一个人陪伴着他，或者是说是你有陪伴着他，是能够待在他身边，让你们之间的缘分是能够去延绵下去的。好，来抽一下第3个字卡的部分。第3张字卡的话，我们今天抽到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那今天就看看说是不是真的在你们俩之间的，应该说他的原生家庭可能真的有一些的状况不能只是说单亲或者说隔代教养，有的时候就算只是是在有一个爸爸跟妈妈的原生家庭相处，但是有可能是因为父母的个性、父母的言语也会影响到一个小孩子的从小的生长的形态，或者说父母的管教也会是这方面很多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单纯的去讲到说是不是单亲还是说隔代教养，这个是有点太偏颇了。对，会希望说大家可以用更宏观的角度来去看待说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大家抽他讲出这句话的想法是什么。脑袋空白，哇，那真的很惨。好，能够讲出这话脑袋空白，就表示说在他过往的原生家庭里面，真的所带给他的伤害是真的蛮多的，或者是说他也觉得自己是有点理不出头绪，不晓得该怎样去跟你解释这件事情。所以就比方说有一句俚语吗还是谚语，就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之类的，好像有点忘了。反正就是说家务事这种东西本来就很难以去理解，很难以去评断说谁对谁错，或者说很难本来就是说出那些到底什么才是最正确的话。好，两位大家抽下一张圣杯王牌。圣杯王牌这边意味说，就意味着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你们所带给予他的就是那个最幸福的感觉，或者是说跟你们相处，就是能够让他找到在一段关系里面的那个归属感，或者是说在人与人之间关系里面最亲密、最纯粹的那个感觉。洋洋会认为是他的生命里面从来都没有遇过像你们这样子性格的人，或者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愿意那么包容他，愿意对他那么的好，或者是说你们对他的方式是真的那种情感是最纯粹的，是最单纯的。所以对他来说这样关系就是他认为是很值得继续拥有下去的，或者说他觉得这段关系是他也不想那么轻易的去放下对于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所以他对你们之间已经没有联络，但本身对他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重要程度的存在。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就这个了。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5，这边宝剑5呢，就代表说，其实他有一点，对于说这样自己，他觉得很困惑、很讶异。我跟你讲，这一组的你们，如果说真的是同性的话，你们真的一定要去看一下会员的影片，这太重要了。因为权杖5，当如果对不起，又讲错。如果说是宝剑5搭配到又讲错，权杖5搭配到圣杯王牌，又配到同性的话，就表示这段关系本身要不要去接受，他非常的犹豫跟纳闷。那看对方他是异性恋还是同性，异性恋更深，这个更要讲，就是还值得更加的去探索。那同性只是单纯是可能对于他来说，过往的情感是很重大的伤害。好，那如果说只是一般的异性恋的大家的话，异性恋的族群们，对，异性恋的大族群们，那其实表示说这段关系一定是因为你们能够带给他修复他内心里面的脆弱，但是他却又会认为说不知道能不能够去相信你们，因为他很怕自己再次受到伤害。对，等一下我们这个会员的影片，就是一般的会员的话，来看看说他一直没办法跨越的点到底是什么吧。他真的很想跨越，为什么他没办法跨越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抽到最后一张是
权杖国王。好，那权杖国王呢，就代表说，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或者是说这个缘分的话，其实他蛮享受你们对他的好，或者说他蛮希望说两人之间，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还是想要跟你之间是保持着联络的。他还是有点不太希望这段关系这样子轻易的断联跟断开。所以这个人如果说他想透了、想清楚了，就会来找你们。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的加码的讯息。对，加码讯就是说，来看一下浪漫天使卡所给予你们的指引。好，我们来看一下浪漫天使卡所给予这段关系中你们的指引是什么。第一张，第二张。好，请大家静下心来，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意注。选择好了吗？好，那么来看一下在右边好了。右边的第一张的话，表达你的爱，勇往直前，展现你的浪漫姿态。那这边就表示说，当如果真的有机会跟这人再次恢复联络的话，请你们记得继续永远表达你们的最迷人的那个样子，然后让对方知道，然后去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或者是说面对对方，你们真的很希望是能够得到对方的关注的话，或者是说能够让对方愿意更加相信你们的话，就请你们表现出你们最浪漫、最好的那个样子，去吸引到对方，把他的注意力投入在你们这个人身上。好，然后在这边的话，抽到的是对感情生活保持乐观，正面思考与信心会为你带来恋情。这边的话就是说，请你们现在呢，对你们的生活，对于你们的状态，保持着正面积极的态度，不要再那么总是为了曾经这个已经失去的关系打转了，因为很有可能你们的新恋情快来了，或者是说你们正面思考、正面的态度是能够去推动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缘分。那还是会希望说选到左边的你们，对于说关系不要有那么多的执着跟固执。我们要期待一下宇宙所位于你们的指引的方向，或者说所为你们带来的道路。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呢，给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的讯息。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们，请务必呢去看一下你们会员版的影片呀，会再去做后面的补充，就是关于刚刚前面所提到的部分。好，那如果说有符合到，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帮助、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记得帮洋洋订阅哦，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你目前对于这段关系的心情是如何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月亮牌。好，那如果说在选到该说在选到这一组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月亮牌的话，意味着说，目前你们的心情本身呢，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是非常的放不下，对说这段关系里面的未来的期待，也就是说，过往你们之间相处的任何的回忆，其实你们都一直认为这段关系其实如果真的是有机会可以有未来的，或者说这段关系本来你们认为呢是不太需要让你们去担心，或者是说你们就觉得之间是真的非常有缘分。可是关系目前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或者是走到现在让你们觉得是无法控制，让你们觉得是非常难以去理解，让你们觉得这段关系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个状态的话，本身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件比较没有办法轻松去看待，或者是说
对你们来讲是比较难以去相信、比较难以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对于你们来说，这一组养羊会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是断联才刚过1-2个月，心情还一直在打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也有的人可能是跟人之间是属于那种比较少联络的，例如说对方可能2-3个礼拜才回复你一次，你就觉得其实也算断联。那但其实在这组的你们断联的话，可能有分很多种不同的时间段，那基本上可能就主要是那2种。那如果说当然是以超过那些更久远的时间的话，其实就等同于说你们还是会觉得对一段关系，你们还是心里抱持着有一丝丝的期待跟期望，可是你们更加又会认为说，真的等到你们静下心来想的时候，又会觉得好像真的不太可能。对，就是恢复联络这件事情。那不管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情形，本身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于你来讲，如果说真的要有所进展，或者是说让这段关系要能够恢复联络，或者说有机会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发展的机会的话，其实你们不太敢去再有抱持更多的想法。那可能有的人是会抱持着一种祝福对方的心态，或者是说觉得就顺其自然吧，这样的想法，就是在对于这段关系中你们渴望渴求的那样的心情跟态度，跟以往相比已经是不太一样了，或者是说已经不会再是像过往当初那样子一样那么的执着，或者说就是觉得非对方不可，或者是说失去了对方就好像失去了所有拥有的一切。对，就是现在你们的话，看待说这段关系，就真的只是抱持着一种有缘再相聚，没有缘等到我放下你之后再说的这样的心情。所以看起来，其实这组的你们真的很伟大哦。洋洋真觉得，就是说要能够去祝福一个已经断联中，或者说已经没有联络过的人这件事情的话，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你们本来就爱过这个人，本来就很喜欢他，但是或许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的种种的因素，或者是说外在各种的原因，所以也不得不让你们只好选择去放下对说这段关系里面的执着、想法、期待跟期望。这个心情的话，有人会觉得可能没有字词可以形容，但只能用这个叙述来去表达你们的心情。对，那如果说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词汇，可以在底下留言，我们来看一下。那记得标注是第2组，不然洋洋会不知道说这个心情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第2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4。好，那权杖4呢？如果说在这边的话，就表示说，其实你们还是会认为这个人在你们的心目中依然会是那一个最值得可以交往在一起，最值得可以结婚，最值得可以相处久远的一段的关系，或者是说那个人。所以有可能是说那一个人本身对于你们来讲的话，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特殊的存在，但是有可能对方一直都只把你当成好朋友，或者说对方一直所对待你的方式，就真的只是像闺蜜、朋友、哥们、兄弟那样的感觉。那你们其实也不太敢去太过于完全跨越这一段的关系，因为其实看起来似乎你们蛮在意自己在对方心里面的那个样子，或者说你们是蛮在意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那什么样的一个存在，你们会有点担心自己在他心里面的那个样子啊、地位啊、角色啊，是不是会因为你的各种的一言一行而去破坏？对，那这一组不知道有人是不是属于同性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方就是异性恋，那你就是属于同性的这样子。那变成两之间可能在性别上面就会性向部分就是不同调。那当然在对于说关系中的结果的话，就是一件比较不容易发生，或者说比较不容易有扭转的趋势。那这段关系的话，有的人你们应该会认为说，可能双方之间是属于灵魂伴侣，或者是业力伴侣之间的关系。双生火焰的话，你们有的人少部分会觉得自己是双生火焰，但大部分可能会认为说，其实是遇到了一个灵魂伴侣的对象，是几率是比较高的，然后这个迹象也是比较多的。那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本身对于你来说，
对于这个心情，其实你是复杂的，然后你其实想要祝福又不知道说要以什么样的切点去祝福，你只能说哇，希望他越来越好，希望他幸福，希望他可能遇到对他不错的人。你们可能不会描述的太清楚，对，因为人其实还是会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希望你是希望是陪在他身边的那一个人是你自己，你会希望说这段关系如果可以的话，是由你来去照顾着他。对，所以看来似乎你们的心情的话，是真的很希望说这段关系是不是有一天是能够有一个进展的机会，或者是说有一天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段关系有一个更多的可能性的不同的发展。就是说在你们心里面依然是抱持这样的一个期待，但是呢，你们却不会那么的执着说一定要往这方向走。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你们会愿意再一次的努力的试试看。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六。那这边权杖六呢，就代表着说，对于你们来说的话，他愿意跟你们聊天。应该说，如果日后有机会再次碰到面，你觉得对方愿意跟你聊天，愿意跟你互动，是你觉得最大的希望了，并且是你心里面觉得最让你觉得值得期待的事情，也是你觉得最值得的一件事。怎么念？绕口令，反正就是你们会很希望说这段关系，其实在未来遇到的某一天，还是会可以两人之间是愉快的交谈的，是能够有愉快的相处，或者两人之间相处比较不会那么的尴尬，两人之间的发展呢，也希望呢是可以顺的往下走，没有顺其自然，是顺的。比较希望说，如果可以，就是希望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助着你们，可以引导着你们，可以怎么去做，怎么去经营，然后或者是如何可以去把握住好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现在你的话，算是说，虽然已经没有了对方，或者说可能之间真的是断联了，那你现在还是会以你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为主，你还是会希望说自己的事情不会去影响到你们应该说你的心情跟这段关系两个事情是可以拆开来看的，两个事情是可以分开来的。然后甚至有的人你们会觉得说，如果说在未来有一天的话，应该是有机会巧遇到这个人，或者说可以透过朋友跟朋友，或者说朋友之间的讯息、朋友之间的聊天，可以得到关于这个人更多的资讯。但是雅妍会觉得说，这组的人，你们应该是不是觉得说，快过几天就会见到对方，或者说可能过一阵子是有个缘分，可以跟对方联系上？因为这一组的话，大部分来说，对于对方住哪里呀、他的生活作息呀、他的步调啊，都非常的蛮熟悉的啦，没有到非常，是蛮熟悉的。所以你们觉得要其实见到他这个人，其实不会到太难。但是看你们愿不愿意去这么做，或者说看你们要运用多少资源去见到这个人。但是其实对你们来说，见到这个人本身不是你们真正想去做的事情，而是对方愿意去接受你们心意，对方愿意是以你愿意你想要的那个姿态那样的模式来跟你相处，才是你真正所想要的。如果只是一般朋友，或者说一般朋友之间的缘分关系的话，没有进展的话，其实对你来讲，这段关系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或者是说到底要不要再有相处的方式的话，你其实心里面是没有个底的，你也是拿不准，你也会觉得说，两个人之间好像也不一定说要那么的执着，对，因为其实看起来这组的你们是比较希望关系是能够往好的方向去相处，就是没有那么执着说一定要在一起，但是一定要能够保持着联络，保持着联系，保持着互动，这是你们才是心里面最想要的这个部分。好，那如果说这边验证牌是有符合到你们的心情，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朋友的你们，那么锻炼中他如果可以的话，他想要对你们说什么呢？好，那也要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的话，这边想对你说，对你日久生情。所以看这段关系中的你们呢，真的是认识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你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所做的任何的付出，或者说等待，或是总是为对方，
为这段关系能够延续下去，或者说你们为对方所做的任何种种的一切，其实你们一直在所做的都是有打动得到对方，或者是说也终于有让对方感受到你们的付出，或者是说感受到你们的任何的用心，所以可能原本他刚开始的时候对你们是没有那么的有感觉。那在随着日渐相处之后，却开始逐渐的对你们产生有一种依赖习惯，或者是开始会非常在意着你们的各种的情绪，或者在意着你们的在他面前所展现出来的样子，那他就会开始特别的关心着你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你想讲出这句话，那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呢？他的情绪又是如何呢？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急躁。那他会如此的急躁讲出这句话的话，通常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真的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他觉得可能是真的急着必须要让你知道他心里面的这些想法，或者说他也觉得必须要让你明确知道，其实他对你来说是有逐渐的日久生情。那也希望说你可能可以回心转意，或者说你可能可以为了这段关系稍微改变一下你的一些做法、行为，或者是说可以改变一下你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可能本来是没有想要做什么样，应该说为了这段关系，你是因为一直你的付出，然后让他会想要希望可以挽回你的这种的感觉，所以他才会整个心情上面是如此的急躁。对，因为好像有一种快要失去，或者是说已经失去了，所以还想要很急躁的让你知道这件事，希望你可以为了他留下来，或者是说愿意让你知道，希望你可以留下来这件事。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你们抽到的第一张牌。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八。好，那看在选到权杖八的部分的话，就意味着呢，其实他心里真的很急躁，因为权杖八本来就也会是一种相当急躁，或者说相当快速，或者说情绪上面是非常大的一张牌。那这边的话呢，对于他来说，如果真的失去了这段关系，一定对于彼此之间的情绪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或者是说对于他来讲，这段关系如果真的失去了你，或者是说真的没有一个或者说真的没有结果的话，那他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也是并不是，应该说也并不是他想要乐见的事，所以他很希望这段关系可以赶快的可以有马上恢复联系啊，或者说马上恢复关系上的一个结果，或者说马上恢复关系里面本来应该要有的样貌。那目前已经断联的这个状况的话，当然对于说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很难会有个挽回的局面，或者是说其实也不容易能够有明确进展的机会，又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让关系可以继续下去的这一个可能性，所以其实他会心里面这种急躁的想法的话，就会想要去多了解到关于你们的任何的资讯，或者是说会想要知道关于你们任何的事情，就只是希望呢可以去见到你们。那当然这一组的牌也有可能对方是封锁你们的情况，或者说有可能是背叛你们的情形。那这样的话他会做这些事情就是来自于说权杖八它另外含义就是他可能就是急火攻心，或者是说他可能真的不小心被你给气到了，或他只是主要想要气你们，所以他可能就会有做出一些让你们会觉得比较不舒服，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是比较难过的事。可是在对于他来说，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是后悔的，或者说他心里面其实是难受的，他心里面其实对于你们是感到非常的抱歉，是非常希望说是能够有所挽回局面。可是当他这么想的时候，又会因为自己可能比较难以去拉下面子，或者是说自己可能比较难以去在你面前展现自己错误的地方，或者是说他自己可能也不太敢让你知道他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所以他反而会对于
自己的一些行为、自己的心情会有很多裹足不前的地方。这个只是单纯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情绪上面的表达上，就是非常的欠缺的管理，或者是说比较难去就是他比较难以去描述，或者说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对于你这段关系之中的想法，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他所真正想要希望你在他身边的这些理由。所以呢，关系里面以他来说，他想要对你说真的很抱歉，然后就是真的也希望留下来，也希望关系是能够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赶快的恢复联络，恢复着联系。所以本身他这个人在想到这段关系的话，就是会比较一种毛毛躁躁，或者是比较急。对，他很急的想要知道结果，可是这个人本身又很被动，不能说被动，而是说他是一个比较不敢主动的人。对，因为权杖八呢，也不代表说他很被动，但他只是比较不知道该如何去主动，比较需要你来去推动。对，可是当你去愿意推动的时候，那可能这种速度就会非常快，因为他就会马上也跟你一起就是一起做这件事情。但是看起来他现在心情有的时候还是有点没办法过去。好，我们来看一下辅助牌的第一张。好，辅助牌第一张的话，我那边抽到的是圣杯五。好，那圣杯五的话就表示，当他在对于说想到这些事情，或者说想到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两之间的过往点点滴滴的时候，会让他有点稍微裹足不前，或者说会让他犹豫那么多，或者是会让他比较不敢对你这么讲，对你这么想的时候，让你明白到，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其实确实在过往的时候是有亏欠于你，或者是说对于你他有很多觉得自己其实真的没有做对的地方，或者是说自己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是有伤害到你们，所以他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要为了自己所谓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讲出的一些话，他必须要去做负责任，或者说他也觉得自己必须要去为那些事情去承担所谓的结果，或者是说承担那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对于现在他来说，失去了你，或者是两之间是没有结果，两之间是保持在一个断联的状况之下，那他心里面是觉得非常的蛮懊悔、难过，还有蛮自责，会觉得自己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或者说自己可能怎么会让你们的这段关系从原本好的状态，慢慢的走到现在这样子，变成是断联，或者说两之间是变得比较没有互动，或是真的比较少联络。所以当他每一次想到这样自己的作为，或者是说这样的状态之后，他本来是有想要赶快找你们，或者是说希望跟你们恢复联络，但是又想到这样的自己，所以那他觉得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觉得是没有问题，但是反而对他来说，承认错误这件事情是他比较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自己承认错误的这个部分。他可能不知道从何说起，或者说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怎么做才能表达出他自己心里面现在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说对于说这段关系中他到底有多在乎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心态。所以现在他心里面现在是真的非常的难过，所以他既急躁又难过。好，我们来凑一下下一张。好，这边抽到的是恋人。哇，就是你看哦，这边的话，对方对于你的感觉真的就像是这样子。他其实在他真的失去了你之后，他也逐渐的发现到你对他来讲到底是有多重要，或者是说你对他来说是多么不可忽视掉的一个人，或是真的没有办法失去了你们这个人。所以他对于你们其实他有发现到是有爱情的感觉，或者是说是有产生
特别的眷恋，或者是说觉得两人之间是真的合得来，会想跟你好好的聊天。那本身恋人牌可以代表说，其实对方很想跟你好好的谈心，好好的让两人之间的想法是能够互相了解、互通的，是能够为了这段关系，希望两人之间是可以好好的沟通，把彼此之间真正想法都说出来。但是当彼此的想法真正说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又抽到了权杖8跟圣杯5，所以要留意，当对方跟你之间有机会沟通的时候，他的态度上面可能还是会让你们觉得是耍白目，然后故意气你们，或者是他会有一点不太愿意去承认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他在对你们讲话的内容会稍微有点语态保留，或者说讲话的内容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明确，又或者是他可能知道你们想要听什么样的话，他会故意不说，他会故意好像就是那个话会兜着，对，就是都弯着嘛，然后有点忘记那个词汇怎么说了，反正就是说那个他在对你们讲话的内容里面，你就觉得他在吊你们胃口，就是一直都不太愿意把很多的事情讲明白，或者说也不太愿意把话给讲清楚，就会认为这个人其实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想要跟你们说话，还是说其实他是有一点刻意的，是故意的，并不想要应该说想要去勾引你们注意力。那你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对我们讲话方式就跟以前一样了。其实只是因为单纯他这个人在对于说要拉下脸来去讲出一些话的这个事情上面，本身来说就是一件比较困难，或者是说比较不容易，或者是说比较需要去思考理解的地方。所以那这个人本身就因为拉不下脸来，那他思考这件事情就会宕机，对，那他就会变成说，那我干脆就不要讲。所以当失去你的那个时候，他越想跟你讲，就像现在一样。可是当他快要拥有你的时候，他什么又都不想说，就是有点算是说临阵脱逃，或者是说当面对的时候，又会开始有很多的情绪上面，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人他稍微有一点不太老实，或者说会稍微比较小孩子气的感觉，就是很幼稚啊。对啊，就是他不晓得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为大家抽第2张，对方他想要对你说什么呢？第2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一往情深。哦，看这个，他对你真的很有感觉。可是，一往情深呀，就有点担心咯，对方到底对你的感觉后面会不会一直延续？因为如果说我们前面抽到刚刚那张，忘记了哦，日久生情又一往情深，就表示这个人会在于失去了之后，他才会懂得珍惜。那这种人通常久了，你们都没有恢复联络的话，那他的情绪开始就会变成是，完了，中文叫什么？对，有点忘了他的中文，杨子记得叫台湾国语。对，好，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反正就是这个人呢，他这个对于说久了之后，他的情绪就会自己会去对你生气，说，为什么你不来找我？我这么想你，你不知道吗？我这么的爱你，你不晓得吗？为什么不愿意直接来找我？然后他就对你很生气。原本对你的思念，原本对你是一往情深，原本是很想要跟你们之间复合，可是他就觉得你应该要明白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他觉得你应该就要明白，他自己本来就不是真正当初对你讲话就是那样的真正自己。你应该能够明白他的个性跟心情，就是很小朋友。然后也不太愿意为了自己的错误负责任，然后就觉得你应该要来当主动的那一个。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人本身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话，他就是后面的情绪的状态就会变得是如此的幼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抽到的情绪字卡是值得。所以对于他来说，
喜欢上你、爱上你，或者想跟你在一起这件事情，他觉得是人生这种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他觉得发生的这些事情，两个人之间的相处，两之间所花的这些时间，过往的种种的一切，是值得就是说值得付出的，或者说这一切的相处都是觉得能够遇见你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简单来讲就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塔罗牌的第一张，我们抽到的会是什么呢？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第一张是权杖二。好，那权杖二的话，意味着说，现在他就是在对于到底要不要行动这件事情，其实他心里面非常的挣扎，也非常的犹豫。对，那对于你的话，他一定是有去偷偷观察你们，可是他的观察呢，本身只是抱持着他的想法，他的心态只是抱持着说我观察就好，那我不一定说要做出什么样的行动，或者是说我不一定要怎么做，就是本身对于你，他就是只是想要观察你到底是在干嘛，或者说你到底是怎么想，或者是说你现在对于你的生活、你的感情，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自己本身在观察你这件事情，他自己本身也是在思考他自己到底值不值得。所以有时候这个人对待于你们之间的感情，通常是想的比较多，做的比较少。那也是需要你一直不断去推动，或者说要由你一直不断的去主动对他好，他可能才稍微给你一点点的回应。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到将近快100分，对方才给你将近我想想啊，想一下，应该说，在你们如果说关系之中原本是没有吵架的状况，没有冲突，没有争执的状况之下，你只要稍微做一点点，对方也会给你一点的回应回馈，所以你只要做到了2成，对方就会给你1成。可是当你们俩之间越来越熟，然后如果说对方的生活状况、心态，或者是说情况越来越差的时候，你所做的越多，他给予你的也会算变多啦。就是说，两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例如说，刚讲到的嘛，你做了2成，他就会回馈给你1成。那假如他状况变糟的时候，你做了5成，他只会给你2成。那他状况在更糟的时候，你做了8成，他可能只回馈给你4成。那然后再更糟，你可能做到100，完美了，那他可能只会给你4.5成。就是像这样子比较没有不公平的待遇啦，或者说你做100，他也只给你2成，就表示他自己本身在关系里面就是一个比较不健康，或者是说他在关系中本来就是容易想的比较多，做的比较少，或者是他自己本来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担忧，但是他又不太会让你知道说他到底在担忧什么。很多事情他都只是把它放在心里面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拿错牌。好，下一张，对方想对你们说什么呢？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钱币9。好，所以就更加明白，就表示说关系之中，当他在做决定，他就只想好好的默默过好自己的生活，所以就很明显，就是当这个人如果他真的想要跟你们之间是有互动，或者说他真的想念你们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付出行动。所以如果说我们抽到钱币9，就意味着对方想跟你们讲，当我真的想要找你们的时候，我一定会这么做。可是如果说我不想要找你们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动。等到我真的受不了的时候，那么我就会让你们知道我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所以现在我的心情就是只想要先让关系维持在现状就好。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杨在抽到一往情深，就跟你们讲，其实这个人他本身的心态就是会觉得应该要你来主动，应该要你来付出，你应该要明白我心情、我的想法。然后再就是钱币9这个人呢，如果说抽钱币，就表示这个人他是固执的，然后他是有点
自我为中心，或者是说自以为是，或者是说觉得全世界的人就是应该了解他，全世界的人就是应该以他为转，然后全世界人就是应该要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然后也不喜欢被任何人给打扰，或者是说也不喜欢被任何人要求他应该要怎么做。当你越要求他怎么做的时候，他失去了自己的心情，失去了自我，那么他整个人就会生气，或者是说他可能就会抱怨，然后或者是就会恼羞成怒。对，所以其实这个人他在对待于自己的感情生活的时候，就是比较没办法被别人给逼，需要有人慢慢的推动他，慢慢的拉动他，然后再看他自己到底愿不愿意往前走，往前动。所以光你们跟这人相处真的是蛮累的，然后也会觉得这个人的态度上面，经常会让你们感受到，应该是真的蛮辛苦。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就这个人有点太自以为是，然后态度上面的话又有一点，他不会到太差，但就是通常会选择不见，或者说比较难联络，或是就是不太讲话，或者说懒得解释等等之类这种比较被动的状态，比较被动的性格跟脾气。好，然后在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侍者。那宝剑侍者就是说，当他真的想到了什么，或者是说当他真的愿意的时候，他一定会主动来找你们，或者是说会主动的让你们知道他心里面真正的想法。所以这个人的话，真的完全不适合打破砂锅问到底，或者说也真的不适合他不想讲的时候，你们反而就是做太多，去做太多关于他可能觉得比较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个人他真的完全不能被逼，这个人完全就是只能依照他的方式、他的作为去想着去对待于你们。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想跟你们说，就是我很想跟你们联络，很想要见到你们，但是有些事情我觉得我想不通，等我想通了、想明白了，那我就会找你们。所以其实他就算现在有时候过他自己的生活，那他其实也还是有对于你们是有逐渐产生感情。对，没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部分好了，因为其实看起来这个人有一点没担当。对，简单讲是没有任何的担当。我们来看一下第3趴。第3趴的话，你还会想我吗？你看啊，就是没有行动力呀，对不对？刚才提到就是没有行动，他只会在原地等。你会想我吗？对不对？这个人的情绪真的就是没有担当了。简单讲，就是说他明明就很想念你们，但是他又不敢去承认，然后或者说又不敢主动。那这个事情本身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因为就明他断联，对不起你们之类的。好，我们看一下他讲的这句话，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兴奋哦，如此兴奋，所以表示说，其实他蛮希望说可以从你们身上找到，或者说得到，知道说你们有多在意他这件事情，所以他心里就感觉到有一种很兴奋啊、开心啊、快乐，或者说那种哇咕哇哭这样的感觉。对，就是又有点带着一种期待的感觉。好，来看一下塔罗牌，他的心中怎么想的？好，他想要对你们讲的话，这边我抽到的是钱币8。好，那钱币8呢，就意味着呢，其实现在的他本身在想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想要对你讲，就是现在的我只努力的活在我的生活中的每一刻，或者是说，我现在的生活工作状况，我现在很努力的为他做负责，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这样先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所以表示这个人他目前可能工作中有发生一些的问题跟状况，
或者说他的物质、他的财富、经济状况是可能需要他花更多的心力去维持好，或者说去努力了，才能得到他所想要的。有可能他现在也都一直为了他的工作，或者是为了他的财富状况而烦恼，所以他也觉得不得不是没办法先把你放在一旁。但是洋洋还是会认为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是真的有多么的想要去找你们，就算他经济状况不好，他还是会想找你们，除非你们愿意去妥协。你们现在就相信他，就是因为他很在乎工作，很在乎财富，很在乎自己的身份地位，所以他觉得他没有那个资格在你们面前。可能他会是真的这么想，但是你们要愿意去接受，就要看你们自己。洋洋自己本身还是会认为说，当真的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无论自己什么样的状态，还是会想办法让对方知道。但是确实有些人的个性会因为自己本身担心会没有办法让对方没办法给对方未来，所以会不太敢去出现在对方面前，或者说打扰到对方。但是每个人青春是有限的，对，所以看每个人咯，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这边的话，我们又抽到权杖2。我们看，就是这个人他到底心里面有多犹豫，然后多担心说，到底是不是要在你们面前出现，或者是到底要不要对于你们，他是不是真的要向你们走来，或者是说他在你们面前如何展现他自己，所以他有时候还是会想到他自己本身的状态，然后又也是真的不太敢在你们面前出现。那或许是因为他也必须要为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经济财富而负责。那如果说这个人他真的经济状况原本就非常的好，那就表示他觉得断联了之后的生活他已经适应了、习惯了。那如果当去找你们的时候，那个生活要再重新开始，要重新去适应的话，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件需要就是需要去花心力的事。那自己本身可能会比较有一点稍微啦一点点排斥，不知道说自己到底该如何去面对于你们，所以呢他觉得相当的裹足不前。所以他还是一样，就是说他有想说你还想我吗？你要付出行动了吗？好，可能因为兴奋表示他觉得你会付出行动，但殊不知可能你们本来就也是在等待他的任何的音讯。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我们今天抽到的是钱币皇后。那钱币皇后就是表示说，这个人他会比较是重视在于说自己本来就已经拥有的东西，自己本来呢，就是已经所拥有的这一切，就是他比较不会轻易的去做改变，或者说他也不太会轻易的呢去接受，或者是去争取一个已经失去的东西。所以他现在就是会觉得，如果说他能够把握住还在他身边的东西，他就已经会把它把握得很好，会把它照顾得非常的好。好，那这边的话，洋洋觉得说给予会员的讯息，就是说他目前对你的想法好了。对，因为看起来其实这个人应该说他觉得你会主动找他嘛，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给予会员讯，就是他觉得你会主动找他吗？对，好。那如果说同性的话，我们来看说他是不是有厌恶你们的关系？对，他厌恶我吗？应该说这个厌恶就有点像是说，会不会主动这件事情，然后就是等了久之后，他开始就是产生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对，应该是说目前看起来啊，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好，应该说，他收到你们讯息的话，他的心情会是什么？好了，好，同志的感情，对，他收到你们的讯息是什么样的心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给予这组你们加码的
讯息，近期3个月内，他会主动联系你们吗？好，洋洋来拿牌。请大家静下心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近期3个月内他会主动找你们吗？好，洋洋的牌又掉了。这是第1张，这是第2张。好，请大家静下心来，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组。好，选择好了吗？那我们来看到左边的好了。左边的第1张，和平解决。好，那看来其实和平解决，杨是觉得普遍是偏不会啦。对，就看你们应该说你们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就如果说当对方不愿意主动找你们，那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他的话，那只能选择说去调整一下你们自己的心情，让这段关系就这样子，用另外一种的角度去思考着这段关系。好，来看一下最右边的那一张，改善健康状况。那看来也是不会主动找你们，因为其实正面上告诉你们说，请先不要在意这个人了，不要在意这段关系了，因为目前这段关系确实对于你们已经造成在健康上的伤害，或者说让你们已经感觉到有一种非常的疲累不堪的状况，所以会希望说你们要改善一下你们的健康状况，不要为了这个人丢失了你们个人的健康，其实是相当的不值得的。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给予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请记得去看一下你们专属的影片。对，那如果是同事的朋友，你们要看一下你们专属的影片哦，因为你们的版本也会跟别人稍微多一点点的时间，对，会比较多的时间去再给你们更多补充的讯息。那如果说以上讯息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项目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们目前呢对说这段关系中你们的心情会是如何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好，这边的话所为大家抽到的第1张牌是权杖8。好，那如果说在我们抽到了权杖8的话，其实表示说目前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你的心情是洋洋会觉得啦，对，依照牌面洋洋的感觉，第一个是怨恨，第2个是憎恨，第3个是不满，第4个是想扁他一顿第5个是想见他一面。你看整个落差非常大，然后还有不满，还有对说这段关系中的冲动，以及非常希望改变或是回到过往的这样的心情。洋洋只能说大概是这几种了，但是应该还有更多。洋洋的情绪的词汇、心情的词汇真的很少。对，那如果说你们看有什么心情，欢迎在底下留言。但是记得跟我说是第3组的验证牌，不然怕洋洋也看不懂，真的很抱歉。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在对这组的牌组的你们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这个关系中的状态呀，或者说两人之间的情形的话，因为对你们来讲，这段关系中会有这样的心情，是在于两人之间可能是在你有点措手不及的情况之下是结束了，或者是说是在本来断联的当下，你们可能觉得还好，或者说你们可能觉得伤心难过都有，但是就在你们断联了一阵子之后呢，情绪开始慢慢的有稍微恢复，然后你们把过往的相处的任何的事情，因为每天都在想嘛，所以你们开始有发现到他曾经所跟你们的一切可能有包含了一点点的
欺骗、谎言、掩饰、掩盖，或者是过度的修饰，所以让你们会觉得自己有一种是被利用的感觉，让你们觉得在面对说，这段关系是你有满满的无奈，然后你也觉得是，觉得对方可能有点不可原谅，或者是说你对于这样的自己曾经所经历的那一切，你要为了曾经的自己报仇、复仇，或者是你可能对于曾经那样的自己感觉到相当的不舍，难以去放下对于说这段关系现在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有感到相当的不愉快、不舍，跟比较没有办法以自然的心情去面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目前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表示说对你来讲啦，这段关系中的心情会如此的复杂，或者是说会如此的跳痛，就是因为关系之中的发展真的有点超出你原本的预期，甚至这个关系中曾经的背后的说的一切，对你来讲已经到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对，那你们还是蛮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和对方见一面，并且从他的口中去做最后一次的确认，或者是说去再做一次确认说，到底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到底你所看到的、你所查到的、你所知道的那一切，你所理解出来的那一切是不是真的？对，你们心情看起来很复杂，而且看起来很伟大，因为很想扁他一顿吧。对啊，能够去抑制下来这种暴力啊，也没有暴力，就是可能对说这段关系，这个只是形容了，就是说你们可能对说这段关系中面的这个遗憾，自己的遗憾，你们会觉得相当的不舍，难以去割舍。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宝剑皇后。那宝剑皇后呢，意味说，你们是尽可能让你们自己不要再去受到这些过往的任何的种种影响到你们个人的心情，或者是说你们非常努力去调节你们自己本身的状态，会希望说不要再那么轻易的受到对方的任何的影响，或者是说也不想要再受到任何事情上面所带给予你们比较负面上的情绪，你们依然心里面还是会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让自己从原本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依赖的感觉，或者说比较难以去放下感觉，可以做有所抽离。甚至有人会希望说，如果真的再一次有一期会遇到对方的话，你们会希望说用一种理智的方式去面对、去处理这一段已经失去的关系，或者是说会想要跟对方来个开诚布公，好好的聊一聊，好好的去问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好好的确认一下双方彼此之间在面对说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他真的有欺骗你们，或者说他真的有在你们背地里做什么，还是说其实他真的有利用了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你的曾经的努力，或者是说你的任何的付出，因为你其实本身还蛮想要去搞懂究竟这段关系里面曾经所发生的任何的一切，可是现在你其实有点发现说，你可能在气头上，你的情绪上面有点高涨，对，你其实还是有理智的时候，或者说你其实还是有比较能够去放下关系的时候，但是大部分来说，你们还是依然呢，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还是一定程度上的不满，或者是说还是有一定程度上面希望你能够去了解，能够去放下，或者是能够去好好的跟对方促膝长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欲望。对，你现在的话是努力的让自己用理智的心态去看待一段关系，这样你的心情才不会走，你的心情才不会走偏，或者是说你才不会让自己失去了理智。因为其实你觉得你已经曾经失去过理智，那现在的你的话，就是必须要去有义务的保持住自己的清醒，才不会让自己再次跌入到相同的深渊。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章你们的心情的部分。这一组的你们看起来是个很有 power、很有魅力、很有魄力的一组人。因为其实看起来的话，你们因为经历过这么多，
那也觉得自己必须要成长了。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牌。第3张牌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7。好，那宝剑7的话，在这边就意味说，这段关系之中的你们对于应该说这段关系里面你的状况的话，就是你现在其实是有一点先想办法让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让自己不会再那么的容易受到对方的影响，受到对方的欺骗，或者是说受到对方的阻碍。那在你们2个人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本身对于你来说，你开始会想去找答案，你开始会希望说，不要再让自己总是活在过往的谎言跟欺骗里面，甚至有的人可能有想尽各种方式，只是为了得到对方现在目前在干嘛的资讯，或者说你们很希望可以去多了解到对方现在目前本身的状态。其实你们会想这么做的原因是在于说，第一个是应该说在你们情绪比较高档的时候是不舍，或者是说觉得凭什么对方过得比我还要好，那我一定要知道他到底过得有多差，好之类，你们可能会想去找这个答案，看对方到底现在过得好还是不好。那另外一部分，如果说当你们可能情绪上面是比较理智的情况之下的话，你们会只是单纯希望说可以找到对于说你们曾经任何的疑惑的答案，或者说你们只是单纯想要知道对方到底现在过得如何，但是没有抱任何的心情跟状态。对，所以表示你们目前的心情的话，其实算是说有一种强迫自己赶快脱离，强迫自己赶快从一个不应该被情绪给绑架的这个状态，要赶快的走出来。就算你们再怎样去对说这段关系是有心疼的感觉，或者说你们还是会希望可以得到对方的任何的资讯，或者说能够跟对方一样过得非常的好的这样的想法的对这样的想法，你们其实呢还是会希望说维持住自己的状态，自己的心情，才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影响，不会受到他的影响，不会去影响到你们的决定，并且去影响到你们在对说这个人的观感、想法，还有对这个人的一些的评价。因为我们这边的话都抽到，看是宝剑跟权杖，所以表示说，其实现在你们心情的话，应该是你们真的很常睡不好，然后很常因为想到这段关系会失眠，或者想到这段关系你们的付出一切变成流水了，或者是说被对方给利用了，其实你们是有点舍不得你们自己的。居然你们真的很希望可以让这段关系有所进展，或者是说能够恢复联络，但是你们开始也不太敢有这方面的期待，不太敢有这方面的想法。好，那如果说这边验证牌有符合到你们目前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心情的话，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说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如果可以的话，他想要对你们说什么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第1张牌这边我们抽到的是踏入婚姻的殿堂，哇，有点不得了了哈。这边的话，洋会觉得说会分两个方向去解释啦。第一个就是你们2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他确实可能你是他的一个标准的想要在一起结婚的对象的那个条件，所以他会心里面蛮希望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走到一个最深刻的这样子的感情生活。可是洋会觉得这个是偏少数，这是洋自己个人的对于说看到这张牌的感觉。那大部分来说，很有可能就是他觉得结婚的对象不会是你，他想告诉你们说他会有别的人选，或者说他很想要结婚。所以这个特别，如果说你们是同志人选到这边的话，你们就知道答案了。伤心。好，那如果说像你们真是异性恋的朋友的话，那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本身在对说要不要跟你跟你有下一步更深刻的关系，他会需要考量到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适合跟他走入婚姻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他想要对你们讲出这句话，他的心里面的
心情是什么？无奈，哇，有点可怕。好，那就表示说，其实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是否要再更深刻、更进一步，或者说要走到更久远，或者两之间还是真的要许承诺这件事情，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的挣扎，或者说其他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痛苦，也会让他觉得有点不太知道说，到底是不是应该真的要选择你们这个人，还是就这样子断开，还是说就这样子不要有任何的联络跟联系。对，他的心情是真的满满的无奈，就是他真的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选择，就算是说犹豫不决的情形。可能真的是因为有一些现实中的考量的因素，所以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本来是真的就非常难以去进一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皇帝，所以呢，这个人他真的很有他自己的想法，很有他自己的见解，很有他自己的认知。那他固有的想法、固有的认知，其实是非常难以去改变的，然后也比较不容易去突破，比较不容易因为你个人的因素来去让他自己放下原本固有的己见跟认知。所以如果说真的会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他的关注、他的关怀，然后他的关爱，或者说他愿意去接受这段关系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别人要帮你讲话，或者是说他身边的亲朋好友应该要能够站在你们这一边，然后愿意帮你们说，然后愿意去帮你们劝，或者说愿意呢去帮你们让他明白，其实失去你们这件事情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没有一个结果，或者说就这样维持这样的状态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损失的事。所以其实这个人呢，就是有这种非常固执的这个情况，然后也是蛮容易不拉下脸来的。但是呢，因为羊这边的本身正逆位会一起解释，所以另外一个含义呢，就代表着说很有可能这个人他在对于情感本来就是自信心不足，本来就是会比较去害怕负责任，害怕付出承诺，害怕去承担他觉得他必须要去面对的责任，在情感中里面必须要去承担的那个承诺的部分。对，其实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本身以他的角度来说是蛮在乎着你们，或者是说以他角度来说，他就算再怎么想你们的话，他应该也不太会主动找你们，比较多通常是让你们自己去找他，或者说让你们自己来去主动。可是当你们主动的时候，他对于你们讲的话又会稍微有点保留，除非他喝醉了，或者是说除非他真的对说这一段的关系是非常的在意，那么基本上呢，他不太会想要去随便的改变你们之间的关系中的这个状态。所以说他很有他自己一套的想法，很有他自己一套的认知，很有他自己一套的见解。那当他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真的很难以去改变他的作为。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正义。正义的话呢，就表示说，如果说，等一下，有人会觉得其实这个会有点偏颇，应该是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的话，其实只要你愿意去改变你自己的。没有，应该说你曾经所付出的任何的一切，你只要没有去伤害到他的自尊，伤害到他的尊严，没有让他觉得对你们这个人感到任何的极度的失望，或者是说你们任何的方式，你们任何的情形的话，那么在这段关系之中，他可能还是会觉得
是有转机的机会，他觉得自己还是能够是再次的回到你们身边，再次的待在你们的关系之中。但如果说你们曾经总是一直在不断的争执、吵架，不断的不愉快，或者总是会有很多的摩擦的话，那么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就是会不太愿意想要再回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首先第一个是他怕他自己会热脸贴冷屁股，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会比较担心是你们可能会对他冷嘲热讽，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会觉得这段关系既然两之间不适合才会分开，那么干嘛一定要回去？对，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曾经有谈论到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的话，那你们后面会没有办法结婚，后面会有这些阻碍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既然没办法解决得了，既然两人之间都不太愿意去退让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执着在这一段的关系里面？其实这个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所以呢，其实表示意味着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以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其实心里面是有很多让他觉得很难以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人他应该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还蛮有自己的想法啦。对啊，可能是因为皇帝牌的关系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了。下一张话，我这边抽到的是宝剑八。那宝剑八就很明显了，其实他也知道说，只要他能够愿意去放下，愿意去改变的话，可能以他自己来说，这段关系就可以很轻易的结束，可以很轻易的找到一个答案，或者说两个之间其实是只要愿意去退让的话，那这段关系应该也不至于到差到什么样的地步。那可是现在他里面最没有办法是放下，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心情，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中曾经所带给他任何的伤痛，任何让他感觉到不好的，或者说任何让他感觉到是不自在、不自由，或是让他感觉到非常伤心难过的，他现在过不去的，他明白了，他明白是过不去的是他的心情，而不是这一件的事情。所以当过不去的事情的过不去的心情的时候，其实在过往种种各种，对，不然刚把两个字连在一起了。过往的各种的种种，对，那他自己其实比较没有办法去放下，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用泰然自若的方式去对待、去面对、去接受这段关系里面曾经所带给予他任何的情形，所以在你们俩之间断联之后，其实他蛮常会去想起这段关系里面曾经所带给予他每一刻的感觉，每一刻的想法，或者是说每一刻的那个时候的自己。所以对他来讲，他这个人就是会钻牛角尖，然后会走不出来那个情绪里面，所以你们真的很需要别人帮你们。如果说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去默默的想、慢慢的想的话，他永远都不会想透，因为他就是没办法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着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是说他就真的没有办法去重新的面对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就是他会真的只是活在于他自己个人的当下的情绪里面。所以看起这个人，他或许性格上面真的会有一种，然后突然有点忘记那个词汇，对，一直忘了，有点惨。好，没关系，那我们来先往下看好了。因为其实看起来这个人，他虽然很想要跟你们有互动的想法，可是他的本身心态状况的话，就是真的比较难以去跳脱出来，他把他自己给困住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我这边所抽到的是为你我义无反顾。好，这样其实这个字句呢本身是还蛮不错的，也是会让人感觉到有满满的能量，或者是说他在对说这段关系是有相当一定程度的期待。
可是呢，我为你我义无反顾，有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站在友情的地方，或者是说是站在一个两之间所熟悉的情谊的部分。所以要说这个人他到底会对你的感觉是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目前看起来还是没办法确定的。好，来看一下下一张。他在对于你们说出这句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或者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好，我们这边的话所抽到的是天要亡我哦。天要亡我的话，其实就表示其实这个人他的心情就会比较像是一种要我去改变我不太能够去改变的事情，这个就是你们想要去毁灭我，你们就是想要刻意的刁难我。那他但是指天不是指说你这个人，所以其实对他来讲，他要能够去改变他自己的一些做法行为跟他的认知，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不可能的。可是呢，他又很希望说是能够去挽回，或者说能够去拥有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情谊。所以这段关系本身以他的角度来讲的话，洋洋还是会认为要改变关系的状态，或者说改变关系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们这个人在他心里面算是有一定程度上的重要性，或者是说是有一定程度上面所必须要他比较没有办法去放下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感情。所以当这段感情他比较没有办法放下的话，就是表示说他对你们真的越来越没有爱情的感觉，杨只能这么讲。对，看起来就是他对你们是越来越没有爱情的感觉。无论你们应该说如果说你们是有交往过，他对你们就只有越来越像朋友之间的感觉。如果说你们有交往过，越来越像朋友的感觉。如果说没有交往过，就是他从头到尾都只把你当成好朋友。对，就是他觉得就是要这样。如果说你逼着要我喜欢上我的好朋友的话，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痛苦的、不好的。对，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算是有一种，应该说他心里面是有啦，应该是有喜欢着你们，可是他就是有时候不太想去承认，或者说不太想去接受这一段的关系。那中间还是要看说你们俩之间的各种的缘由，才能知道说为什么他这么的固执，这么的不太愿意去承认他对你们的这段的情谊跟情分。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节制，那节制的话就表示说他觉得你们应该是能够一定了解得到他为什么会这么想，或者说他一定会觉得你们就是懂他这个人，所以表示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的缘分，这一段关系里面，你们一定是认识的还蛮长一段时间了，或者说你们真的是聊了非常多的聊天的内容，或者说你们为了跟这人之间的互动是能够有更多，所以你们曾经真的是一直不断的站在他的身边，为他去思考，然后为他去着想，然后总是一直去鼓励着他，鼓舞着他，或者是一直都有想办法让两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要越来越好，所以你总是会一直委曲求全的站在他的面前，或者是说一直委曲求全的去好好的对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他会觉得说你们俩之间来看的话，你应该是了解到他是什么样的人。那现在这个关系目前走到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样的状况，你应该也是明白，或许本来就有很多的事情是无可奈何，反正很多事情就是有他的考量的因素。那他也是会希望说你们不要去怨恨他，你们不要真的是讨厌他，那么你们是能够真的明白他的任何的用心良苦，你们是真的能够明白的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行为的表现。所以关系里面的话，对于他来说两人之间是如果真的断联的话呢，也希望你真的不要是讨厌他这个人，也不要因为就这样，如果说有一天你们俩之间真的见面的话，不要就这样子不太愿意去跟他有所互动。对，反正就是这个人他是觉得说你们就是应该是能够了解他，就算是两人之间已经断联了，没有任何的互动了，也会希望说你们能够清楚的明白知道
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为他做思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的下一张牌。好，这句话所为你们抽到的是圣杯三。那圣杯三，你看这边抽到圣杯三，就表示说，刚刚前面提到了嘛，基本上啊，这个人现在对你的感觉就是，我只想把你当朋友，我只希望说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是能够相处的融洽就好，能够相处的和谐就好。所以就表示他本身在想到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缘分的话，其实就会比较像是一种不太愿意去跟你有更多情感之中的连结，或者是说不太愿意去把他的承诺给付出。就是说他接下来的他现在是确实会希望说关系如果可以的话是能够恢复联络，然后恢复联络的话是他可以是在最轻松的情况之下跟你相处，跟你互动，或者说跟你有任何的就是说情谊上面的连接，他比较不想去做任何的负责任，或者说他也不太想去承担你的任何的负面的情绪。他希望他回来的时候是彼此之间都是开心的，是愉快的，是快乐的。他不用去为了你而必须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他不用为了你必须要一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行为跟方式。所以其实表示说，其实这个人他会蛮希望说，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回来的话，他不用去为了过往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一切负责任。他觉得只要他回来是开心，可以继续延续原本的关系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一切就是他才会愿意继续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个人会稍微比较像是有一种不太愿意去承认自己错误的人。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嘛，抽到的第一张就是皇帝牌。对，好，对，洋就是现在想说要充个电，怕说等一下真的会没有电了，就会突然之间就会断讯，就会很伤心难过。好，我们来抽下一张。因为其实就表示说刚前面提到的嘛，这个人他就是像皇帝牌一样，他什么都不想承认，他只想去接受你的好。虽然他好像看起来都是很在乎你的样子，但是洋洋不觉得，就是觉得他还是会觉得说你的情况的话，他的才是重要，他把他的情绪放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之上。对，我们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塔牌。好，那塔牌就表示说，其实他也知道说他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身份是可以从你身上找到，应该说从你身上得到他觉得应该自己是能够继续被你给在乎，又或者是说可能这段关系之中所发生的断联的话，如果真的是突然之间所发生的，突然之间所变成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是说他对自己所这样的这个行为，他感觉到对你感觉到非常的抱歉，然后也是觉得非常的懊悔跟难过，还有蛮不舍的。但是他又觉得说自己其实没有那个脸面来找你们的。那如果说这段关系是由你主动断联的话，那他就觉得说关系后面会走到这样子，那除非你愿意主动来道歉，要不然基本上他也不太会想要主动去找你们。可是你们在他心里面依然是有那个最特别的位置，他依然还是很在意着你们，还是非常的在乎着两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那如果说是在那一种，对了，好像反正就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不是他主动断联，不然就是你主动断联，比较可能有的人会说是两人之间就是默默决定都一起断联的话，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表示在对于他来讲，他想要对你讲的话，比较会是说，对于失去你这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痛苦。那我也不知道说我该要如何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于我们俩之间目前现在的这个状态。对，这个就是他如果说是两人之间都一起默默的莫名其妙就都断联，都没有想要去主动找对方的话，就会是这样子一个想法。好，
所以看起来这个人，主动找你们几率看起来有点低，就是他蛮有自己的性格啦，自己的脾气。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最后一张，他想对你们想讲的话。好，这边的话是无法抗拒你。好，无法抗拒你的话呢，就对于两个人来讲的话，会比较像于说，他也觉得两件事还蛮有缘分的，或者说会不自觉的会总是想到你们这个人，那么他就会没有办法放下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执着，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为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就这样失去了你们这个人。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心情是如何。对，杨就是刚先中断录音，赶快喝个水，不然快没声音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心情，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是如何呢？等待。所以现在他的心情的话，就是说他现在是以等待的心态去面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转机，所以看起来啦，他觉得应该是你会主动找他，或者说他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让两人之间是能够以顺其自然的方式去重新开始你们之间的生活，或者说你们之间的情感，你们之间的情谊。好，也为大家抽第一张的塔罗牌。好，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恶魔。恶魔的话，你看无法抗拒你，就是恶魔，所以表示说，第一个，你们这个人本身的外表是吸引他的，或者说你们的身体是吸引他，所以他对你们是还是有在关于身体上的一个渴望。或者说对你们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会有一定程度上面会想要多和你们接触，或者说他终究没办法忘记你们。然后第二个部分就刚刚前面提到，他觉得你们俩之间是真的非常的有缘分，所以他还是会希望说两之间如果说就这样真的轻易断联的话，那其实这个部分是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或者是说他也觉得是真的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放下两人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呢，当出现恶魔牌的话，就意味着说他想要对你讲的话就是他其实心里面并没有真的想跟你们断联，或者是说他的心中还是依然呢非常的想念着你们俩之间曾经过往的种种，你们俩之间的情谊，或者是你们俩之间曾经所相处的任何的点点滴滴，其实就像是一个毒药一样，一直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会去提醒着他，或者是说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让他去意识到，到底你们在他的心中是有多么重要，他是有多么的其实不太想跟你们断联。对，其实这个就有点像说，当他真的失去了你们之后，他反而开始会出现很多后悔的心情，或者说反而会出现很多让他觉得蛮懊悔，然后也不太愿意想要去失去掉这一段关系中的这个想法。所以反正这个人就是当他越失去的时候，他反而会越珍惜的一个心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圣杯国王。好，那圣杯国王的话，就是意味着说，其实他其实会有一点像说想要去掌控着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的进展发展，所以就算他心里再怎么想，然后他还在等待，所以刚刚前面就提到嘛，这个人在等待着一个觉得是最好的时机点，然后让你们俩之间恢复联络，恢复着联系。所以呢，他会希望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要恢复联络，恢复着互动的话，是由他来主动的。那他愿意去主动的时候，就表示呢，他想去为了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去做负责任。那他没有打算去主动的时候，就表示他一定不会给予你们太多友善的回应。所以呢，反而是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以他的角色来看的话，是比较会希望以他为主，然后比较会希望是由他来去决定这段关系到底是不是要延续下去。他不想要被你
给再一次的掌控住，或者说不想要被你给情绪勒索。其实他有发现到，因为失去了你，所以他心情上面变得那么的糟。那他变得这么糟的时候，他觉得其实有点算说被你给控制住，还是说是掉进了你们的陷阱里面，掉进了你们的圈套之中。他有点是自我的去这么想。对，所以呢，但是他也并不代表说他一定是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有那么多特别想法。我们给会员先来看一下说，对方有没有因为在失去了你之后爱上了你，好不好？失去你后，然后爱上了你，或说对你产生喜欢的感觉之类的。就是说他失去你之后，他对你的感觉有没有就是发现到自己是爱上你这？因为其实看起来啦，他对你是真的非常有感觉，但是他自己本身的心态心情里面又是那么的复杂，还是会只想跟你们当朋友。可是实际上他也没办法真的跟你们当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的话是这个。好，那你看我们这边抽到国王。钱币国王，不知道这里是固执啊，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是很有自己的认知啦，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你要他改变，或者说你要他真的去为了你们关系做什么，只能说真的很困难。因为钱币国王的话，就是他会先把他物质管理好，他的事情给做好，然后他的生活给掌顾好，先巩固好之后，一切都没问题了，那么他才会想要去回到原本他觉得是他想要的那段关系里面，所以他觉得任何的事情都必须要在物质跟自己的状况之下，所以他先把自己给调理好之后，他可能才会想为了一段关系去负责任去努力。然后再来我们都抽到2张国王牌，所以表示这个人可能有点大男人主义，或者说有点杀猪主义，或者是大女人主义，就是说他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希望说任何的事情都依照他的决定，或者是说依照他所认为对的那个方向走，他比较不会是能够当比较是那一种被别人给支配的人。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给予这一组你们的加码的讯息好了。加码讯息我们再来看看说对方他其实心里面会不会因为如果说你们主动找他的话，那么他会给予你们什么样的他会不会给予你们好脸色？会不会回应你们？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当你们主动的话，这段关系他会不会给予你们友善的回应？好，我们来看一下，回答抽牌。好，第1张，第2张。好，请大家静下心来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组。好，选择好了哈，那我们就来看到右边的好了。还不是时候啊，天使告诉你们说，这段关系希望你还不要那么的着急，想要去联系对方，因为现在还不是最好去联系他的时候，所以会希望说你们还不要那么主动的去找他，他一定不会理你们，或者说不会给予你们友善的回应。我们看一下左边的妥协。妥协呢，在这边想告诉你们说，要不要去主动找到这件事情，希望你们不要再想了，就表示这段关系并不是真的是适合你们，这个人也并不是真的是适合你们。反正右边看起来就是要等就可以了，但左边是你们等也不会等到，会希望说你们要能够去明白，关系中的现在这个状态呢，是在一个可预知、可预见的原因之下。好，那这样的话呢，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呢，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洋洋。好，那影片的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的朋友，那可以联络洋洋。那也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